我是蛙板。最近有发生保姆虐童的事情发生，然后我身为一个母亲，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应该要从重量刑，才可以遏制这种案例继续的发生。那今天来讨论一个母亲的真实案例，大家一起来帮她想想办法。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有一个女粉丝说，她的儿子才几个月大，上班前她就会送去托婴中心，然后下班再去把他接回来，这应该是很多职场妈妈的行程哦。然后有一天带回家之后，她发现她儿子的额头有一块淤青，很明显，就是已经青青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怎么回事。他隔天送去的时候就问了一下说，有这个状况可以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回事吗？然后那个现场的托育人员就跟他说，会不会是你在家自己撞到的？哈，然后他回说，在家都好好的啊，没有碰撞到，我跟我先生带的时候都确定没有碰撞到，所以才想要来问问你们。好，听到这里，小编觉得呢，现场收到这个反应的感觉如何？他觉得会不会是你们自己撞到的？怎么可能呢？我是他妈，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有跌倒还受伤？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撞到的，我们正常来讲就不会去问你们了嘛。傻眼欸！对，不就是因为不是我或我先生，我们才会去问嘛。就你第一句先喷，会不会是你们自己撞到？我自己在家撞到，我会不知道吗？对啊，会有种就是一点点不开心了。对啊。但是理性上来说，托育人员他可能没有办法代表整个机构，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也许他当下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是我，就是会继续问说，那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或者是当天可能有好几个托育人员轮班啊，还是说3、4个一起在照顾，能不能都帮我确认一下？然后这个托育人员就回他说，我们这边很多小孩并不是只有带你们家一个啊，所以不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啊。等一下，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有点奇怪？我只是请你去帮我问一下，可是你好像就在推脱我。他害怕，就心虚吗？就跟我说，我们不一定会知道。等一下你问都还没问哦。对啊。如果你们是3、4个人在轮流照顾，你是不是也要讲一下说，那我帮你问一下好事？对。可是他好像没有要问的意思，我们不会知道的感觉，我们不一定什么都知道。等一下，我把宝贝交给你们，然后你跟我说你们不会知道，这样子好可怕对不对？身为妈妈会觉得什么意思？那所以他哪一天发生什么事，你们也要说你们不知道，他不见了也不知道，对，傻眼，对，是到这边就觉得刚刚可能只是觉得你个人反应一点点，后面会觉得等一下你现在是怎样这样。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那可以请你们的主管出来吗？我想跟他谈，就不要再跟他吵了，因为他真的是不太懂得怎么应对这种事的感觉，然后又硬要帮公司回，对，就是可能是公司的猪队友，就硬要在现场应对客户，可是也许那真的不是他的专业，这个时候要直接跳过他说，那可以麻烦你们请这边的负责人或者是你们这边的最高主管出来，我直接问他，我直接跟他谈，这样，除非他不去请他啦。不然的话，其实这边就真的可以跳过他的这样，对啊。然后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真的，我今天就在这里跟你耗，然后打电话去公司请假嘛。那个我今天早上先请假，因为感觉好像就是你们没有给我一个正常的回应，因为其实如果你给我一个正常回应，那我就要去上班了嘛。他一副就是好像没有要好好处理的样子，那你就要铁了心，就是那我今天就在这里处理这件事。对，各位职场妈妈，你们就要这样，而不要想说，可是我赶得上班，不然先算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什么事情比较重要，赶快打去公司请一个假，然后我就在这边跟你谈清楚了，因为这是有关于你们家小孩的安全。后来他说主管就出来了，然后果然是主管还是比较会应对客人齁。他说会协助问一下昨天就是照顾孩子的所有托育人员这样子，然后请妈妈先不要生气。然后妈妈后来就问说，那可以提供监视器吗？对吧？对啊，以免你们跟我说没有。那不就又不了了之？所以提供监视器画面一整天，从儿子送来之后到离开最清楚嘛，最明确嘛，没有就是没有嘛。好，然后主管就跟他说不行我们是没有在提供这个部分的啊。如果不提供画面，那你们说什么不就是什么了？你怎么确定他讲的是真的？听起来有鬼，有点心虚。对啊，直接就说我们没有在提供。怎么可能？那这样不是很奇怪？好，然后这个妈妈因为当天她要去上班，所以她就决定先等待这个主管他调查之后的回复这样子。然后隔天主管就回他说问完了，大家都说没有怎样，没有异样啊。那O在哪里来的？对，那怎么办？所以还是查不出来。那这个时候监视器就是重点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妈妈就还是很不放心，想说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于是她就来问魏老板。那我给这位妈妈回答是托婴中心有提供你监视器画面的义务哦，这个是法律责任哦。好，在你提出申请后14天内要提供，然后因为监视器通常可能只有保留30天，所以超过之后有可能画面就被洗掉了，所以你一定要在法律规定14天内提供给你，这样。所以提醒大家，一旦你发现孩子身上有不明的伤害，你就一定要立刻去要，你千万不要先隐忍说会不会是怎么样，然后就算了，然后又下一次才又就一再的隐忍，你一定是立刻去要，因为这个是正常基本本来就应该要提供给家长查阅的，那就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就是关心我的孩子的状况，也没有要找你们查的意思，所以就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叫人家提供这个会很麻烦或很不好意思什么。好，那如果他们拒绝跟你说不能给，那你可能真的就是要直接打电话报警，请警方过来跟对方说明说，其实你们经营托育中心是有提供监视器的法律义务的。我跟你讲，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开这个法令怎么规定，他会不知道吗？
他一定是先骗无知的人嘛，就是啊，你可能不知道嘛，那我这样讲，对对对，你可能就算了嘛。对，好，那你这时候就是真的吗？那我打去问一下警察，请问有这个纠纷，那可不可以过来一趟？还是说我想查清楚这样子？好，那法律的部分我们就了解了，就身为家长，我们是可以要到画面的，然后对方也有提供的义务了。可是现实层面呢，我跟这位妈妈说，不过调查归调查，他如果要7天后才能给你，请问你这7天是觉得孩子可以放在那边的吗？不敢，我不敢了。你不敢对不对？如果是你会觉得我1天都不敢放在这里，我就不会让他去哪里了。因为感觉你们的态度推脱的问题嘛，就算真的不是你们可是你们这种态度，我会觉得，如果你经营者、营运者是用这样的态度在管理这家公司，我不敢跟你们合作因为这是有关孩子生命安全的事情。而且谁知道他7天内会对小孩做什么事情？等一下说什么好可怕，对，偷捏他还是什么？对，说你妈妈很烦，然后是不是偷打他？拿小孩的出气这样子，对之类的，就是你们搞得我们很麻烦。你真的是无法确定人是不是有时候心胸狭窄，会有一些报复行为。我真的想想，我真的也不敢再把小孩放过去，超可怕的。就从第一个托育人员回答我，质疑我是不是我们自己弄到的，然后又说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么多小孩要带，我们又不是只有顾你们家一个，这里我就怕的了。好，那再来就是到主任出来，也是那种就是没办法提供等一下，你是知法而犯法你明知开设这种机构要提供，可是你竟然敢跟你的客户现场讲说，我们没有在提供的。这样层起来，我就会觉得，等一下，这个机构我不能相信。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机构能不能被信任的问题。它的营运者，他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他理念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敢再把小孩放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层面，而无关刚刚那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会立刻转其他的地方，根本不会再把小孩多留在那边1秒。那不管有什么违约金还是说我这个月已经缴清，然后我如果现在转走，可能这个月的月费也不会退或什么都没关系，金额损失真的是小事，但孩子的安全是第一。我认为所有的家长拜托一定都要把安全利益摆在最前面。我就跟这位妈妈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建议她就是先去找其他的托育中心这样的。可这个时候这位妈妈她就开始犹犹豫豫咯。对，她刚刚前面都是很担心的说怎么办，可以怎么处理。我一讲到那你要不要先换家的时候，他就开始犹豫了。他就跟我说：“可是我家附近真的没有别家他不害怕吗？”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那你刚刚求助是在求助什么东西？”对。然后他说：“而且我也没有后援，就是婆婆或者什么我娘家都不在台北，是没有办法帮我带的，所以他完全没有后援可以先帮他带几天。然后他可能公司临时要请假几天也不行。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困难之处等等。然后所以他应该抽不出时间可以去临时找到一家新的托育中心。我就觉得等一下，你都还没开始去找，你就觉得你自己应该做不到。对，感觉上是他好像觉得这一切很麻烦，然后公司或自己好像好困难，应该没办法什么什么。但他又对于现在托育中心卡着他不给他监视器感到很困扰。对，我是觉得他好像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先请假几天，把事情先处理一下？你就算要先请个2天还是什么，先把事情处理一下，为了孩子的安全，应该很合理吧？对啊，很正常吧？对啊。可是他也是犹犹豫豫的，就是可是公司什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就是为小孩感到担心。对啊，我比他还担心他小孩。因为看起来他就是要继续把小孩放在那边，可他只是想要确认监视器看是不是你的问题而已。好，那我现在讲，如果监视器出来有问题呢，你还不是要换？对，例如就是他们碰撞到，然后你是不是还是得换？那你先换起来没有比较好吗？然后再来是好，如果真的不是发现没有异状，那你会不会担心是在监视器没有拍到的情况下，还是之后又有？对，或者是说好，就算这次真的不是托育中心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样，就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好，那以后发生事情呢，你找他们还是一样是这种态度啊。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我都觉得这些迹象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换家，你要有这个解决问题的魄力跟决心，而不是只是想要解决表面。可是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把小孩留在一个这样子经营理念的地方，然后你竟然还是觉得 OK。对，就我们还是没有解决那个核心问题嘛。对，那我知道啊，当然就是职场跟家庭两头烧，妈妈可能真的有很多的犹豫，或者是有些公司真的对妈妈也没有那么友善，所以可能各方面考量之下，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对，那我也是尽其所能鼓励他，可是他可能真的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还是什么，他就是犹犹豫豫的，然后他只是非常疑惑为什么孩子会受伤，可是他并没有足够的魄力要让孩子就是立刻离开那里。那就会让我有点担忧担心他的小孩。对，然后我不知道是其实有多少的父母有时候会卡在这种事情，就是感觉有一点纠纷，会有点困扰，但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解决。对，那怎么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发生？那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式？欢迎留言来帮帮这位妈妈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哦。